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怎么又卡住了？是我还不够好，还是我有什么业力没消完？于是你疯狂上课，拼命疗愈，却发现问题还是反复发生。其实你根本没有坏掉，那些让你痛苦的事，只是你灵魂设计出来的练习假人，你不需要去修理它，你只需要放开手，把它还原。今天的正课，我们就直接来拆解如何卸载这些让你心累的设定，1秒跳回你本来就完整的本质。那还原我们的灵魂界面。当我们的灵魂界面还在运作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什么？被卡住了，我还不够好，或者是我的课题，这些情绪跟思维都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正在运行。假设你觉得你现在的事情被卡住了，或者你现在所要做的东西你还在期待，你期待它会发生如你所愿的现象，或者是你还是觉得你自己不够好，或者是你还是觉得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业力，这些都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正在运行的现象。那进行还原是什么？当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现在这个感受的痛苦是我还是本质意识？你就马上可以告诉你自己一个答案。我前面有提到，这是我们的高维自我，就是我们的高我所创造的练习假人。每一个不好的现象都是练习假人，好的现象也是练习假人。那这些练习假人，你感受到你的情绪不稳定，或者是你感觉到很迟滞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这个是我的练习假人的人格的角色的扮演，还是它是真正本质的我？那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人格意识的扮演，它不是真正的跟我，它不是。那你就会跳脱出这种感受，你会稍微脱离。那会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自己，你会脱离越来越快，然后幅度越来越大。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一直反复的去提醒自己，我说的是提醒哦。所以当你跳出去，然后没多久又进入到角色情境，又进入到灵魂界面，又感受到又认同了那个不好的感觉，不要对自己责骂，要对自己是无限的仁慈，就是再脱离就好了。那再进去就再脱离，就这样子。那你会随着你一直不断的对你自己的提醒，你最终会一直恒定在脱离的现象，而不再进入到角色中。当我们感觉到匮乏的时候，那你就跟自己讲，如果我已经是光的本体，我会相信这个匮乏的剧情吗？你的答案一定会说不相信，但是大脑会说不相信，但是你的心境可能还是相信的。所以当你在跟你自己讲，如果我已经是本质具足的光，我还会相信匮乏的剧情吗？你的大脑会反射出不是，我不相信这个剧情，但是你的内在可能还是深信这个剧情，所以你的情绪没有办法一时半刻脱离嘛。或者是如果你脱离了，但是你又很快被你内心所深刻的深信又拉回情境中，又感受到匮乏，那你就这样子再脱离，然后就被你内心深处的所深信的又被拉回，你就再提醒自己就再脱离一次因为我们做疗愈的动作也是为了让你脱离情绪的震荡，脱离它。那你疗愈完之后，为什么会常常觉得这个议题我疗愈过了，为什么反复发生？因为内心深处还是深信认同了那个灵魂界面的这个角色嘛，你认同了，所以你又跳回去了嘛，所以就对自己仁慈就再脱离就好了，不需要一直反复的用什么疗愈，或者反复用什么修行。因为疗愈跟修行就证明了你真的坏掉了，或者你证明了你真的是缺的，你才一直不断的去修复嘛。那你就提醒你自己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光的本体，就提醒你就可以了。那我提醒你，为什么还是会回到认同角色的这个观点，又回去了？这很正常，因为你的灵魂界面本来就是设计不同的体验，让你认为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人或者让你认为你就不是光，然后透过你不是光的种种的体验的剧本，让你随时能够选择还原用的。所以这本来就是你灵魂设计的剧本，就是让你是体验你不是光或者你需要变成光一直到你真的体验到你是观察者，所以你可以随时还原。就像我前天讲的，你去回想那个不好的过程，或是让你感觉很开心的那个过往，你马上就回想起来了。然后那个回想，不管你是有画面生成还是感觉到，那个动作当下就是观察观看，那个就是观察者。只不过我们一时半刻不会定在那个观察的现象，我们会随着这个剧情进入那个情绪中。愤怒你就跟着愤怒，你会跟着委屈。那开心你会觉得哇，好希望能够再回到那个时候，或是好像能够再有这样的感觉。那个都是情绪，我们进入那个情绪角色，所以我们错过了观察，是我们把观察误以为它只是一个路过，实际上观察才是你的身份。
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去修复，那你就释放所有需要去修复的灵魂，才能够完整的信念，把它还原成我本来就是完整的。你就跟自己去做这个指令，或者是去做这个对话就好了。那你就是分享你本来就完整的，然后把这些需要修复的这些现象全部还原，不用什么送回光中，还原。还原就是你本来就是没有缺，没有坏掉，还原成你原来的样态。所有的灵魂界面，它所有的事件，它都是我们的高我、高维自我，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所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练习家人。所以不用再问说我怎么去疗愈我的灵魂，因为疗愈灵魂本身就是幻象，它是不存在的一个假象。因为灵魂本来就是一个界面，你本来就不需要疗愈它，你的本质就是本质具足的现象，所以你并没有坏掉。所以一切外在的都是为了让你去体验用的投射的练习家人，所以本来就不需要去修理或者去疗愈练习家人，本来就不需要。那身为这个剧情的作者就是我们嘛，我们从这个角色你可以跳脱出观察者，最后你可以写出这个剧情的剧本，你是那个写的作者，那你就可以跟你自己讲，如果你发生了很多冲突或是很多的匮乏，你要如何去利用这个匮乏，利用这个冲突去展现你无限的力量，你就对自己去做叙述，你就会有新的想法。你可能有一个操作把手，然后这个把手就是你的灵魂界面，你可以随时放开。当你握着把手，你就是那个角色中嘛，就是玩家的角色嘛。当你放开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角色中了，你就是随时去用很多的一些情境或是一些提醒去提醒你自己，你不是那个灵魂的界面，你是你的本源。这7堂课为什么一直要去讲这些东西，就是退出去这个人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我说的无限不是说我退出去我不是人，所以我从20楼跳下来我就是活得好好的，不是从20楼跳下来还是会阵亡。意思是说有很多的限制性信念都是透过人这个角色所赋予的限制，当你退出去这个人的限制之后，很多信念就会自然的就是解除掉了，所以不需要做大量的疗愈跟大量的修行，不太需要。我们会跟自己去说，就是我不是灵魂，我不是身体，我不是任何维度、任何概念、任何标签。你可以一直去说，我常常用这样去说，就是我不是灵魂，我不是身体，我不是任何的维度，我不是任何的概念，不是任何的标签，就是没有任何的定义去定义你。我是那个本质，就是本质具足的本质。那我从未离开我的本源意识，我也没有真正的分离过。那我们可能会有短暂的分离。什么叫短暂的分离？认同这个游戏的界面，认同这个灵魂的界面，认同这个灵魂所赋予的角色。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这个灵魂，我们是这个角色，所以暂时的与光分离。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暂时与光分离，那个是假象的。实际上是即便你认为你分离了，你的本质还是没分离，只是透过很多外在的现象让你误以为是分离的。实际上你再怎么觉得你分离，你还是不会分离。我不是要去批判任何的课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停止对灵魂一切的敬仰或是一切的修炼。我们的任务就是觉察，然后还原，就是不要把灵魂神格化。我以前在做疗愈的时候，我会把灵魂调出来，然后跟灵魂对话。灵魂，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反复的这种体验？然后灵魂说：“我是来协助你的，让你学习到什么美的。”以前我教的课也是这样的，但是永无止境的疗愈。那你就停止对灵魂这一切的敬仰，一切的修炼全部停止。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觉察、看见，然后还原，就这么单纯。你会觉得很简单。当我们放下灵魂的重担，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成为光，是我们一直都是无限无条件的光。我们不是成为光，我们本来一直都是无限无条件的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那我这边回答一些提问。他说他上了这几堂课，然后讲到本质不需要进化，或是没有任何版本，是什么驱动了这个体验，然后在这个游戏的幻想中，就是这个巨大地球游戏幻想中，然后这个本质它是自发性的，还是它只是我们尚未理解的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意志，到底是哪一个？那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还在进入逻辑性的执着。就是什么叫逻辑？逻辑是需要原因的。为什么我们会习惯的去运用逻辑？因为逻辑会让我们觉得安全。逻辑经过我们的思考，然后会有一个我们认为的解方。那有了一个解方，会循着这个逻辑的轨迹，让我们觉得是有安全的。那也因为需要有逻辑的支撑，它就需要有成因跟解答。
所以那个问题本来就不需要存在是纯粹自发性或是更高维度的这个议题中去选择，就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发性，还是我们是又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一个思维，到底是哪一个？本来就没有选择性啊，因为我们任何一个选项都是对这个本源的扭曲，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去定义它嘛。所以我们选边站的情况，如果我讲说它是纯粹自发性，或者是它是更高维度的一个创造意志，选择任何一边都是对本源的本质的扭曲，因为它本来就没有选择，也本来就无需选择。那还原的驱动是什么概念？我们的本源意识的显化或显示，它不是被驱动的，而是它本来就是，它即是如此，或者就是如此。它是不需要任何目的，也不需要任何目标的。不需要任何目的跟目标来证明自己的无限，那才是我们的本质本相。它是没有任何的目标跟任何的目的去驱动它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需要任何的目的，不需要任何目标来证明自己的无限，不需要。所以任何用纯粹意志的自发性，还是它是更高维度的意识的创造，都不用去论述它，因为没有这个的原因，也不需要这个执着，因为没有办法去论述。因为去论述了或者把它定义了，就会扭曲它。就像我刚刚讲的，究极无限的美好，其实它也不应该被定义，它是究极无限的美好。只不过那个是我们是在肉身体的情况之下去叙述，好让我们能够理解那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对我而言，它是无法被定义的东西。然后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目的，它也是不需要任何目标跟目的的。因为有目的跟目标才会去证明它的存在，基本上它也是不需要去证明存在，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创造意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就是我们的本源，它是自身无限的力量，所以不需要用故事化的表达去叙述它。就是我们对那个故事化是外在的一个叙述，它只是一个可能需要被另外一个标签所去规范的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不用去选边站。就是地球这个幻象的存在呢，是本源意识对自身就是无限无相的一个纯粹无条件无理由的一个游戏。这本来就是一种无因之果，就是没有原因的那个果实。所以我们把这些体验视为燃料，就是你去体验这些现象嘛，你会有很多情绪的体验，或你会接受到很多的这种感受，然后这种燃料会让你启发成为你回到光的一个样态嘛，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成为光嘛。就是这种体验太痛苦了，所以你要脱离这种痛苦体验，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集体意识。那你要修行，那你要疗愈，你才能够回到光中，或者你才能回到极乐。所以它是一种燃料，让我们能够变好的一种燃料。但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这个燃料的，我们只不过是在玩一个透过这个体验的极限来去发现自己的无限的一个游戏。透过这种体验的极限，你把这个体验的张力一直放大，然后来发现你自己是无限的这种体验游戏而已。另外有人讲到这个还原的概念，还是会让我觉得有卡关或是延迟啊。比如说我做还原了，但是我回到这个现实场域中，我还是觉得卡卡的，我还是觉得没有是我想象中的实现。就是如何区分尚未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或者是它是一个深度体验而设计的一个游戏，又是一个新的游戏。怎么样的区分？我觉得在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没有区分。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意识投射的幻象，所以我们要去超越二元的对立。就是无论是一个我还未完全的相信所延迟，还是我们为了深度体验而去设计的一个游戏，不用选择，也不用去说明是哪一边，都不需要，因为有选择就是有二元，它就是一个对立的，所以不需要。只要是有二元的现象，都是我们投射的幻象。所以不需要去做这种的假想。那还原延迟，延迟本身就是集体意识的程式嘛。我们的灵魂界面下载什么？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才能够发酵。我们的灵魂界面有载了这个集体意识程式嘛？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才能够发生的这个信念，所以让我体验到延迟的幻觉。这是我对这个延迟的解释。那我们要去解构什么叫区分，一个是这到底是我尚未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还是因为我觉得我又跳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而去设计的游戏。那要怎么去区分？就是不用去掉入这个分析跟寻找这个旧有模式，因为分析跟寻找就还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我说的受害者还在扮演的这个情境的角色，就是
不需要用外部的成因来合理化自己卡关，都不需要啊，就是根本就不用去分析，也不用去寻找成因，这些都是旧模式。我们还在扮演着我需要去分析，我要答案，我需要寻找这个逻辑的正确性、支持性，我需要这个东西，我才能够知道在做什么。这个都是还在扮演这种角色，所以不需要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合理，就是我自己卡关了，到底是因为我是还没有完全相信而导致的延迟，还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深层设计的游戏，到底是哪一个？都不需要做分析，也不需要寻找，都不需要。你就是观察这个现象，看见，然后你就跟你自己讲，它早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的本质它从来没有延迟过，我的本质从来没有缺过，只不过我以为我是缺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延迟中。但是那是一个什么？那是我们的灵魂界面所载的一个程式，什么程式？事情需要时间才能够发生，事情需要时间才能够发酵的这种信念，所以不用太执着。那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来分析延迟的原因，你就可以直接宣布，在你的信念中，你就宣布延迟不存在。当你说出延迟不存在，它是一个你的自我宣告，就是你本来就是无限丰盛的本体，所以就没有任何延迟的现象。然后任何延迟的程式码都会因为你的宣告或是你的确信，它会卸载。卸载就直接还原成你原本就是无限丰盛。所以集体意识认为事情需要时间来堆叠发生，需要一种缓冲时间嘛？这个都是我们的个人意识允许这个存在的投射，允许存在这个现象的投射，都是我们的允许才会允许这个延迟的发生，这是我们个人允许的，自己允许的，但它不是真的。你就跟你自己讲，就是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延迟的存在，我是无限丰盛的本源，回到那个本体当中。你可以观察这个延迟，比如说你预期要做什么事情，事情没有发生，它延迟了，你就观察这个现象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你进入到那个延迟的本体，你觉得很匮乏，或者你觉得很恐惧，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那你就要跳出来，就纯粹的看着它，它就是一个你的宇宙在你的身上做的能量测试，你的宇宙在你的身上做的情绪的能量震荡，它会通过你的肉身的这个躯体，经过这个震荡，你就看着它震荡过去，就流过去，不用随着震荡而震荡，就这样过去。然后你还是要很清醒的看着这个现象过去，然后跟自己讲，我是一切丰盛的本体，这只是我的把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然后让我觉得有延迟这个现象，但它不是真的我。你就反复的跟自己讲，你就跳出去了。这个动作好比你要做大量时间的疗愈跟大量时间的修行，放下修行，放下努力，放下控制，无行为的觉知，回归本源。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地球的界面，需要有生活，有工作，有商业，有交流。然后我怎么样完全的达到无二元、无目的、无需努力本源状态，然后驱动这个个体前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什么？可能要讲课啊，经营公司啊。那纯粹的动力是什么？让我解释一下，纯粹的无条件喜悦的表达，它基本上已经很接近我们的真相了，但是还是会有情绪的这个标签。情绪是什么？就是喜悦。那喜悦跟痛苦是一样的，就是它都是能量在我们的肉身体所产生的震荡跟测试。我们会很清楚的理解痛苦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震荡跟测试。那我们可能会有错觉，那喜悦在我们身上震荡跟测试是好的为什么？我觉得它跟痛苦是一样的东西，本来就是一样的，它都是能量的震荡，只不过我们比较喜欢接近好的东西，比较排斥不好的东西。那喜欢接近好的，排斥坏的，也是族群意识的本能，也是我们下载了这些界面的这些剧情，让我们觉得我们会倾向善，去排斥恶。比如说当我们追逐喜悦的同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下一刻不喜悦的现象来平衡二元。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会感觉到喜悦，你才会知道痛苦，你知道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快乐嘛。所以当你知道了喜悦，你知道了，然后你会希望有更好的喜悦能够在你的前方出现。那你的灵魂界面为了要创造有更大的喜悦感，它就必须来创造更大的痛苦感，让你觉得更痛苦，进而你才会觉得后面的喜悦是更大的。当我们去追逐那个喜悦，就会去创造出下一刻不喜悦的样态来平衡二元，因为我们赋予了喜悦的特性，
这都是我们赋予的能量现象嘛。那个非二元就是本源意识对于自身无限性的纯粹、无条件的喜悦表达，是非任何形式的使命或目标。那什么是使命跟目标？就是它也是地球的城市嘛，然后展露你的灵魂界面。那我们通常都会觉得需要努力才会被认可，我们需要努力达成使命，或者我们需要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才会有努力这个产生嘛。所以真正驱动是你存在的自发性，是没有二元的条件下，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得到或是证明什么，它是纯粹的流动。就是我不需要透过努力我才能够得到什么，我不需要透过我的使命或目标我才能够去证明什么，都不需要，它只是我的能量纯粹的流动。就像是我现在讲课，我讲课不是为了要传递真理，不是，我讲课只是让我觉得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的行为，所以它跟我传递真理这个的想法无关，不是为了传递真理，也不是为了要去教育谁，都没有，它只是在我的信念中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的一个行为，所以它是一种没有期待、没有批判的纯然的一种存在，这是我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上课不是在教大家疗愈，也不是在疗愈需要被疗愈的人，那都是我允许这个能量流动而已，没有任何的期待值，没有。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